我们要离开仙多尼尼啦！现在我们在等我们的接驳车，准备坐车到码头，去我们的下一个岛屿米克诺斯。我们2个人叫了一个很大辆的商务车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圣托里尼的码头啦。那我们随便在码头找一间餐厅做我们的避风港。因为这艘船有 delay， 所以我们呢就叫了一杯拿铁和啤酒，在这里chill一下。这个船真的是有够多人的。我们的船延迟了1个小时半左右。船的下方是停车场，很多人也是选择以坐车的方式去到米科诺。上船之后要找到正确的岛屿名字，放你的行李箱。这边很漂亮诶，感觉很像那种赌场的那种轮船的感觉。我以为是非常邋遢的一个船，其实看起来还不错。然后一张票的话，差不多是90欧元左右。船的内部长这样，前面有卖一些吃的东西，后面全部都是座位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终于抵达这里啦。这次我们预定的酒店是有免费的接驳车从码头载我们到酒店。我们在我们的接驳车上面啦。这个接驳车呢，我们提前有写邮件给这个酒店，让他们安排来这里接驳我们。我们在米岛入住的是万豪旗下的5星级酒店。酒店的设计选择的颜色主要是白色和蓝色。这个酒店一上来的话，会给我们一个 welcome drink， 这是 passion fruit 的饮料。这里一进来的话，就会看到有干湿分离的浴室，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片的镜子。往前走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主卧房。非常的有设计感，非常的大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沙发、电视机。这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这个酒店的阳台，一看出去呢是非常无敌美的景色。看一下吧。现在看过去的话，一整片的海景啊 ，nice。刚刚酒店的员工有说呢，我们这个酒店呢是对着日落的。如果我们要在这里看日落的话，就在这个阳台上就会看到。除了刚刚的迎宾饮料，进来酒店呢还会附送1支白酒，是希腊特有的酒哦。然后呢，还有4罐白开水和希腊的甜点。check in 之后，我们准备步行到米克诺斯的地标之一卡特米利风车。这个风车早期的用途是利用岛上的强风碾磨麦子，如今则为观光用途。这里呢就是沿海餐厅，一整排都沿海餐厅，因为这里的浪特别的大。米克诺斯岛不大，步行即可抵达。典型的希腊度假风建筑，蓝顶白墙，从小众饰品店到奢侈品 LV， 一逛就是1下午。LV 都没有人哦，而且是全白色的设计，超漂亮的。这座教堂的全名叫做帕拉波尔蒂尼教堂，是岛上最著名的白色教堂，由4座不规则的教堂组成，象征着洁白与神圣。我们在这里走在路上，也可以看到恶魔之眼。岛上的小威尼斯是米克诺斯岛海岸边的彩色建筑群，建筑与海水沦为一体，非常的漂亮。这里聚集着众多的酒吧和餐厅，是观赏日落和分享风景的浪漫之地。再往前走一点，就会到达红顶教堂。红顶教堂的前身其实是蓝顶教堂，是为了纪念鄂图曼帝国于1453年战争获胜而油成了红色。在米克诺斯岛看到红顶教堂，感觉非常的特别。接近日落的时间，我们选择来到了这间餐厅。这间餐厅是一个鸡尾酒吧。去里面的话，这里就是一个酒吧，有卖非常多的酒。然后抖音上面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短片嘛，就是从这里拍出来的。从这个门这里走出去。我们叫了2杯鸡尾酒，这个1杯的话是18，
2杯的话是36欧元。浪有几大呢？你自己看看吧。日落时间呢，就会很多人来这里看日落。这个就是 Nice and Easy 餐厅，然后刚才我们喝酒吧的就是在它隔壁。然后风车那里也聚集了很多人，所以日落时间可以来这里看日落。在这个镇上的巴士站买了去 Paradise Beach 的票，一张票的话是2个 Euro。我们坐上了公共巴士，看着外面的夕阳，往我们下一个景点出发。我们坐了巴士到这个 Paradise Beach， 差不多用了20分钟的时间。坐船来到这个 Paradise Beach Club， 就是这样子咯。日落时间，然后很多人在里面跳舞。我们刚开始来米克诺斯岛，就是冲着有多1天的时间，想要再发掘别的岛。没想到来到这个岛之后，发现了不得了的秘密。米克诺斯夜生活果然很精彩，10点多了，街上还是很多人。原来米克诺斯岛是最受男同志欢迎的目的地，可以看到一堆堆的男同志在这里寻欢。我们来吃这里 local 的冰淇淋。冰淇淋时间。这样子2个球再加1个饼干的话是7块半。这个鸡蛋很香，这个花生的味道，我觉得不错，很纯正的感觉。然后那个店员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是他最好卖的口味之一，也就是夜晚的米克诺斯。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第1天。第2天的一大早，我们就去享用酒店的餐厅，这里的种类非常多。没想到希腊也有3色奶茶。早餐的选择，这里是水果和甜品区，面包，真的 check out 了。现在我们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岛屿咯，真的好舍不得啊！这里的海实在是太漂亮了。这个机场呢，距离我们的酒店5分钟。这里的设计非常的漂亮和新颖，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机场设计。整个机场的油漆都是白色的主题，真的很符合希腊的颜色。希望这个飞机不要再延迟了。我对这个爱琴海航空不抱太大的希望，希望可以飞就好了。该就很搞笑，我们在 check in 的时候，我们就问那个服务员，今天的这个飞机有没有 on time？ 然后他就回答我们，for now is on time。然后我们就笑，我们就跟他讲，actually many times already delay。然后他就讲，this is true。然后我们觉得整个就是很好笑。结果呢，到最后还是延迟了半个小时，我们的行李也是延迟了半个小时左右吧。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留言、按赞及分享哦。已经下到来准备等 metro 啦，没有想到这里的人那么的多。我们呢这次是有买这个票价为20欧的3日通票，就是可以来回机场，然后呢还可以到市区的通票。因为呢来回机场的单程票价是9欧，所以加起来需要18欧了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划算，就买了。开箱我们在雅典的住宿，这个酒店呢非常的靠近地铁站，走路只要1分钟。对，一进来的话就会看到有这个咖啡机。往前一点点呢是干湿分离的厕所，很干净。然后呢再往前走的话呢就是沙发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床啦，小小的一间，非常的可爱。前面还有一个阳台，可以看到外面的市景。这里的话是属于一个 apartment， 这里去卫城的话只需要15分钟。这里的这个电梯非常的特别，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扇门，门的后面呢就是一个电梯。然后要坐电梯的时候呢，就要把这个门给打开。到了，来开门。我们要进电梯咯，就是这样。
非常的小，只适合2个人。不是这个，看着，给它倒上了，再把这个门给打开。倒转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。到了，把门打开，推。就到了负1楼啦，就是这样，非常的特别。这就是我们的酒店啦，然后酒店这里有连着一个 metro station， 我们要从这里坐1站就可以到卫城啦。这里做一个温馨提醒，就是呢，他们的这个电梯只有往上，没有往下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往下的话，有带着行李的话，就是要自己扛下去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拿着我们的这个3日票去下一个景点出发。我们要坐去这个 Acropolis， 就是这个站啦，我们坐的是这里1站罢了。卫城的地铁里面就有放着一些古物了，买票啦，买票啦！1张是20，我们买7点到8点的。我们买的是这个7点的票，现在6点45分已经陆续给我们进场了。这里的话就是那个人群都是要在这里排队才可以从这里进去的。我们选择了这个傍晚的时间呢，来到了这个卫城，是因为这个太阳没有那么晒，因为现在是6月夏季的关系。如果你是12点多过来的话，这个太阳不得了了，非常非常热，现在阳光会比较舒服一些。雅典卫城是希腊最杰出的古建筑群，卫城面积约有3公顷，位于雅典市中心150多米高的山丘上，建于公元前580年。希罗德阿提库斯剧场是世界最古老的剧场之一，这里每当夏季都会举办音乐会。这里后面可以看到整个雅典，非常的漂亮。而且夕阳时间特别的漂亮，金闪闪的。然后再配上这个剧场，哇！看看我身后的人潮，就知道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，这里就是卫城，叫做 Acropolis。Acro 的意思呢，就是最高 ，Polis 的意思呢，在希腊语是城市的意思，所以这里是最高的城市。现在要进入卫城啦。我们来到了下一个景点帕特农神庙。这个神庙呢是建于公元前5世纪，是供奉雅典娜女神的一座神庙。神庙呢是坐西向东，长边呢有17根立柱，短边有8根立柱，是非常宏伟的一座神庙。在我背后的是雅典娜胜利神庙，这个神庙呢是供奉雅典娜女神，在卫城的入口处，是为了保护这个卫城。在看到我身后的日落了吗？我们准备要去吃晚餐啦！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20欧的行程，总共耗时1个小时半，是很不错的。我们参观了几个神庙，然后了解到这个雅典的这个历史。从出口处出来可以看到这个观景台，可以在这里欣赏日落，也可以看到整个被染成金色的卫城。这里可以看到雅典市区的日落。现在走去莫纳 Square。卫城这条路走下来，我们来到了蒙纳斯提拉奇广场。这里呢是位于希腊古城的一座重要的购物区，拥有很多的精品服装和纪念品店。这里有给一个餐前面包，这个是我们的餐前面包，里面呢已经有涂上橄榄油了，吃起来一点都不拔干，再配上这个酱料很美味。意大利面旁边有一个 cheese powder， 还有我们有叫了一个希腊的传统美食，这里呢是有 cheese， 中间夹着茄子，下面是土豆，是来希腊必吃的美食之一。
来吃希腊的传统甜点，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排队。现在是晚上接近要10点钟了，还是很多人。希腊的传统小吃蜂蜜甜甜圈，现在的小圆球外面淋上蜂蜜和肉桂粉，一口下去，外皮酥脆，内里蓬松。我们等了大概30分钟，终于拿到了。我们叫的口味是蜂蜜跟肉桂。好吃吗？是现炸的，然后是热热脆脆的。Little Cook 是一家非常华丽的童话风甜品店。这是一家很漂亮的咖啡厅，非常的梦幻。它每次都会更换主题。现在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呢是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，很可爱哦。这里的店员都会盛装打扮成这个白雪公主和王子的这个衣服。可是据说呢，这里的甜品非常的甜。我们现在坐雅典的公交车，买的那个3日券，公交车也可以用。下午时间，我们来吃希腊的酸奶。这间店要接近100年的历史了。我们会叫一个这个酸奶，然后上面的话就有放一些果仁。价格的话只是4块4 euro。我们的优格来啦！上面的话呢就有一些果仁，下面的话是蜂蜜，白色的这个呢就是希腊的优格啦。它的味道就是平常我们在超市买的那种 Greek yogurt。Greek yogurt 就是那种比较有点酸酸，然后没有什么甜味嘛，它就加了一些蜂蜜跟那个果仁在上面。来喝奶茶啦，在希腊也可以找到珍珠奶茶，希腊喝的奶茶。在离开希腊之前呢，我们又回到了 Chillbox， 因为这里的 yogurt 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自己挤了，再加上一些 topping。我们又是 nature 的口味了。那时间我们来吃我们在希腊的最后一个午餐啦。这个餐厅的话叫做 The Critical Budget。在雅典这里呢，每次我们叫食物的时候都会送上1瓶水，然后这水是收费的哦。今天我们来试希腊的第2道传统美食——葡萄叶包饭。这个葡萄叶呢，里面有包着米饭，然后还有一些柠檬汁，酸酸甜甜的，很开胃，是希腊的道地美食之一。不错不错，这个雅典的锁匙扣。